这绝对是周星驰搞笑成分最高的一部电影，也是令所有男人都羡慕嫉妒的一个角色。他饰演的韦小宝放肆嚣张又百无禁忌，在搞笑之余又能做到形神兼备，就连金庸先生也称他是韦小宝的不二人选。而小说中几个老婆的顶配颜值，更是在周星驰这一版完美达标。建宁公主邱淑贞、林青霞大老婆龙儿、香港小姐李嘉欣阿珂，以及前妻假太后张敏和连体人双儿陈德容袁洁莹。每一个都是老色胚心中的理想女友，其中星爷鼻孔里塞脚趾和他咬邱淑贞脚趾的这2场戏码，可谓是每一个镜头都是经典。康熙初年，鳌拜想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因此他不断残害忠良，迫害百姓，导致民间侠士组织对其深恶痛绝。其中以陈近南为首的天地会就是其中之一，他们埋伏在鳌拜必经之路实施暗杀，但怎料鳌拜一身金钟罩以真化境，只见他借力跃至半空，接着轻点旗杆快速前进，不等天地会高手做出对战措施，他已经径至身前，大手一挥将高手们拽向空中。在一通无差别暴力输出后，天地会精心挑选的大多数高手皆被鳌拜尸身分离，当场斩杀。随后他对幸存的人严刑逼供，知道了陈近南藏身在丽春院里，于是立马派兵前去捉拿。与此同时，丽春院的说书先生韦小宝正在讲自己偶像陈近南的生平。有所谓平生不见陈近南，变成英雄也枉然。他武功的名堂呢，称之为九天十地菩萨摇头啪啪，霹雳金光雷电掌，一掌打出，方圆100里之内，不论人畜虾蟹跳蚤，全部都化成了飞灰了。但是我在机缘巧合之下，就曾经见过他半面。要么就见过，要么就没见过，哪有只会见半面的？因为他就是遮了半边面嘛，傻瓜。接着更是吹嘘自己和陈近南烧黄纸拜了把子，这种不切实际的捧高自己，听众自然怀疑小宝是在胡扯瞎掰，想蹭陈近南的热度，火速出圈。眼看小宝越说越离谱，下面直接拆了他独树一帜的高台。好在这时海大富海公公出手，及时抱住了高空摔下来的小宝。混乱中，小宝赶紧趁机溜上了2楼，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海公公身边的男人正是当今皇帝。此番乔装来到丽春院，是为了联合7大家族亲信，商量一举将鳌拜给秘密除掉。就在他们制定缜密计划时，2楼一个客人发生了缩阳，小宝立即自告奋勇前来帮忙。喂，你缩到哪里去了？男客人此时已经疼得痛不欲生，如果再得不到正确的救治方法，18年后就又是一条好汉了。关键时刻，小宝的姐姐韦春花赶到，她在这勤勤恳恳工作了大半辈子，投缘的客人没有1万也有8000。对于这种突发恶疾，她知道只要猛戳脊椎骨就能瞬间恢复，差点被他一棍子抽到。与此同时，鳌拜派来的4大高手终于赶到，开始挨个询问陈近南的踪迹。为了划清界限自保，众人直接将拜把子兄弟韦小宝当场举报，这在当时可是抄家灭族之罪。官兵们立马准备对他严刑逼供。陈近南在此。陈近南不愿连累无辜之人，果断现身与官兵们交手。他内力深厚，武功高强，瞬间就将几个近身官兵斩杀倒地，但也就仅限于此。导演给了陈近南最帅的开场方式，让他装了一波字母后，下一秒就被石灰粉给迷了双眼。目睹自己的偶像被下阴招，小宝立即推来一辆豪华套车，拼尽全力将陈近南送到了后院小巷。但很快，大批追兵顺着踪迹追到附近，眼看离他们越来越近，小宝立即心思一转，说服陈近南做人要能屈能伸，便拉着他通过狗洞重新钻回丽春院，玩了一手灯下黑。等官兵全部撤退后，小宝直接跪地开口拜师：陈大侠，我很崇拜你，麻烦你就收我为徒好吗？你不带他走啊，我也要赶他走啊，免得日后他连累我们的。见小宝天赐聪慧机灵过人，并且就自己时确实暴露了样貌，陈近南便一口答应了小宝请求。就这样，小宝被带回天地会总坛，接着斩雄鸡烧黄纸，正式成为了天地会一名底层员工。而陈近南随后颁发一个任务，让人潜入宫中盗取42章经，因为他查到这4本经书记录着大清的龙脉和宝藏，到时候集其经书探寻具体位置，就可以斩龙脉恢复大明江山。可皇宫戒备森严，又无熟人接应，陌生人进去可谓是九死一生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有谁不想去的就坐下。小宝想不到你一加入本会就想立此奇功。被师傅这个老六摆了一道，小宝立马就要开口反悔，可陈近南却告诉他，一旦不去就是犯了帮规，要斩手斩脚。这活脱脱就是现实中的老板压榨，不按照他的话做就扣工资调岗位。然而小宝这个刺头却不怕这个。陈近南见状又语气一改，带他走进内堂，开始画大饼吹捧利诱，说外面那些都是粗人，打打杀杀冲锋陷阵还行，盗取42章经这种高级任务需要小宝这样聪明睿智的人去才行。一番战前动员说的天花乱坠，可小宝一语就道破了其中猫腻。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跟女人，是不是？富不富民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关人鸟事啊！行了，大家聪明人
了解。事已至此，陈近南索性直接敞开了聊，扬言任务成功的话，小宝就有无数的银两和女人。果然，此话一出，小宝瞬间答应了到经书任务。既然能拼一拼单车变摩托，并且一旦成功还能光宗耀祖，这种买卖怎么算都对自己有利。随后，陈近南在小宝刻上清明二字，以防止他被自己人误伤。第二天，小宝打算应征杂役混进宫中，不料就这么一个底层卑贱工作，应征者达数百人之多。他见一旁的招募处寥寥无人，便直接绕过看守走了进去。殊不知上面的太监二字刚好被看守给堵了个严严实实，结果小宝一进去就被绑了起来。哎，你们干嘛绑我啊？当太监当然要严啦，要严当然要绑起来啦。谁要当太监啊？当然是你喽！闹了这么大的一个乌龙，小宝赶紧解释是自己走错了房门。可此时宫内年轻太监紧缺，如今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愣头青，阉割官索性准备将错就错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海公公及时出现阻止了众人，并表示小宝的阉割过几天他亲自处理。随后便将小宝带进了宫中。原来太监阉割后起码2个月不能行动，而海公公身边这时刚好缺一个心腹太监，这才阴差阳错就下了小宝。不过这对于小宝来说，也算是因祸得福混进了皇宫。他深知和领导搞好关系的重要性，于是对着海公公的墨镜大夸特夸。你懂得欣赏吗？你奶奶了！不过以公公你如此英俊挺拔，气宇不凡，还做太监做到长胡子这么有突破性，不被用眼睛也够酷的了。结果这一通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海公公刚1岁就净身入宫，对男人的阳刚之气格外向往，贴假胡子就是为了找回自信心。而小宝以为海公公是个瞎子，不愿听他的辛酸史，便在四处观察房间里的好玩物件。在看到数个奇葩玻璃瓶时，自来熟的询问里面泡的是什么东西。听到这些的海公公也并未在意，开始介绍第1瓶是鹿鞭，第2瓶是虎鞭，第3瓶是牛鞭。随着第4瓶的与众不同，小宝当即抢答他所想到的品种。第4瓶一定是大象鞭，不是，是人鞭，是我净身的时候切下来的宝贝。